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现在我就分享几点给你们哈，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在婚姻的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来分一杯羹；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呢，她很有可能就跟你离婚了，分走你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一个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面对这种女人哈，给你人生雪上加霜，没有人受得了的。其实呢，判断这一点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你要破产了。如果她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的女人，那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掉她的时间的，这种女人坚决不能要的。第二种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她永远不会去跟你沟通的，总是让你猜。这种女人真的特别累哈，你就想一想啊，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她就算是跟你结了婚，也会动不动拿离婚威胁你的。你就要不断的用挽留来证明你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哈，只要你们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啊，然后呢把男人的耐心都磨光耗尽，你们的感情也就磨完了啊，完蛋了就。第三种女人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她特别的情绪化，一句话说不对就翻脸了，那翻脸比翻速度快。上一秒她可能还兴高采烈的，结果下一秒呢，就可以跟你干仗了。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是得顺着她，让着她，一切都要以她为中心，那才叫男人，那才叫爱她。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呢，你就等着哈，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吧，弄不好呢，1哭2闹3上吊。如果你们还有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第四种呢，公主病哈，现在太多这样的女生了，哪怕到了40岁，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她啊，一切都得围着她转才行。她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除此之外哈，还得会干家务，会哄她。人家只能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妇。一个男人娶了她呀，那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你得伺候好啊，动不动就是那句话，我得给你生孩子，你不得对我好点吗？你要跟他结了婚啊，那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所以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就看看这几点啊，绝对不耽误你啊，完美避雷，认可的给个小红心再走吧。现在的男生他们出来相亲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你们知道吗？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首先呢，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她有多喜欢，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第二条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比如说上午发消息，晚上才回，那这个呢，直接就会删除的。大家都很忙，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呗。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跟你聊天，那人家也主动了，但是你呢还要端着那个架子。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吗？所以女生也想想你们那些慢热呀、矜持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你不行不主动，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第三条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女生就是很难约不出来，约了3次都不出来，那直接就拉黑删除，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的，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第4条就是约会了3次还不肯确定关系的，你约他他也不拒绝，送礼物他也收，虽然这样，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这种女人赶紧删除，那明摆着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提款机，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对吧？第5条，确定关系之后3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果断分手。要知道你们都来相亲了，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行就行，不行马上就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你说对不对？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真的你会觉得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第一太挑了，第2太毒了，第3情商太低了。
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有女生问我说现在的男生谈恋爱真的是越来越不主动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人家男生啊不是不主动，如果你是个外貌很出众的女孩，只要你给男生一点点暗示啊，他一定会不管不顾的来追你的。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女生谈恋爱他们都怎么在谈，有的吧一上来就跟人家说要多少彩礼，有的吧一见面就要求男生给她送礼物，有的吧交往3个月了还不肯承认人家是男朋友，还更有甚者交往好几个月了连手都不让碰一下的。你们一边在索取人家的付出，一边又把可得性降到了最低。不管你长得有多美，相处过程当中男人都会不断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他得出的结论很低甚至为0的话，那男人很快就放弃你了。有的女生她那个朋友圈真是没法看的，不是在夜店蹦迪就是各种奢华旅游网红打卡点，要么就是各种秀奢侈品晒。话说人家那些高级名媛背个爱马仕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你背个爱马仕那就叫奢侈品，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有什么好晒的？不过是暴露自己的贫穷罢了。嘴上喊着要嫁人，找个正经人结婚，自己呢天天晒着袒胸露背的自拍伸着大长腿。我真没觉得你这样能吸引到什么正经男人。而一个普通男人，如果自己就是一个996打工人的话，每天除了吃饭他就得攒钱买房，基本上以上这种女生对他们而言完全就是没有可得性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对你主动的。就算那种有钱的大佬，他也看不上你这一类的，你信不信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当男生呢对这些女生表示好感的时候，女生总是反应平平，一聊天就反复终结话题，你没有表现出丝毫对这个男生的好感和兴趣，那人家男人又不是傻子，不管你是装矜持还是假慢热或者你真是没看上，那男生都会立马给你贴上可得性极低的一个标签嘛。所以然后他自然就会把你搁一边去了。这个就是为啥经常有女生说，哎，怎么男人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呢？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活泼的女孩她极其受欢迎，甚至呢有的时候可以压倒那些长相身材都非常出众的女孩。这种女生很少出现在相亲市场的啊，就算她出现了，她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你们是不是该向人家学习学习呢？大家说呢？他不图你的钱，难道会图你的老吗？有些有钱的大哥真的挺悲哀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哥来找我50多岁快60了他就想找个30岁以下的姑娘，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姑娘最好呢感情经历少，长得漂亮，学历好，身材还得凹凸有致的那种，愿意多给他生孩子的，不在意对方的家境收入学历这些，只要他的思想比较简单就行。重点呢是一定不能太物质了。结果他近期相了20多个30岁以下的姑娘了，无一例外都跟他打听钱，打听财务甚至呢提过转账礼物什么的所以呢他说他一个都不满意他觉得现在的女孩怎么这么现实。那我也不太理解他你自己可以图女孩年轻漂亮，那年轻漂亮女孩就肯定图你的钱就不行吗？你都50多岁了嘛，你怎么用你的外在去吸引这些小姑娘呢？她不可能图你老，更不可能图你抠门对吧？那反过来说，就算真的有那种只图人不图物质的姑娘那人家既然图的是人，那为什么不找个年轻的男人呢？你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内在魅力和自身的能力来吸引这种小姑娘，你也说了你能接受他们花点钱，但是呢就不能接受那种只图钱的。那我说你想多了人家就是图你钱。你想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你身边要是有个女同学嫁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离异男人，你会觉得你的女同学是图那个男人什么呢？这点事情你心里没点数吗？与金钱相比在这种年轻姑娘的眼里，你就是老了，不要太高估自己的人格魅力，好不好？大家说对不对？最近有个33岁的姑娘她来找我找对象嘛，那气场真是太强了。说自己的基本情况的时候，简直就是滔滔不绝说自己是博士学历，在金融行业干了几年已经挣到了好几百万。那后来呢，她又开始直播带货又财源滚滚。她这个人吧，财运确实挺旺的。总之呢，30多分钟的时间一直在强调自己如何挣的钱有多能干，有多有本事。那我呢，确实也附和了她几句给人家点了好几个赞嘛。但是开始说到他的择偶要求的时候我一听又是来许愿的了。我真的都想以后在我这儿设个神龛等他们要许愿的时候呢，先拜一拜。这姑娘说她的要求不算高就希望对方呢别挣的没她多。她现在1年200来万，这是她的底线了。男士在其他的方面都还好说，她顶多再看一看眼缘，也不用多帅看着顺眼的就好。其次呢，情商高一点，婚后呢能把财务交给他管理。男人管理财务他觉得不放心嘛，而且自己现在年龄有点大了，生孩子呢可能也比较困难，就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代孕，年龄相差大概5岁上下就行。那我听完之后，我就想让他赶紧走可是没有忍住我又劝他了。我说那你觉得自己的颜值咋样他说我的颜值吧一般吧。我说就冲这一项可能那些年入200万的男人就不会考虑你了，更何况你的年龄都30多岁了，他就比你大几岁他完全可以找个25、6岁的小姑娘，好不好？他找你的话，那图你啥呢？他挣的也不比你少再说了，你的钱会拿给他用吗？你的房子会拿给他住吗？不会吧？你还是希望能用他的钱，对吧？能住他的房子，你的就还是你的，他的呢也是你的。所以人家图不到你的钱，那他还图你年纪大吗？还图你的颜值差吗？这个不现实所以他听完了以后非常不高兴说你是不是没有这种资源他非要看看资料那人家还真的是眼光特别的好就挑了10几个颜值能力都很好的男士。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我就让他仔细看一看人家的择偶要求。这一回他真的傻眼了这些30多岁的男士年薪100万要求都是找27岁以下的，甚至呢是00后我还给他看了一些我们97后的一些姑娘的资料，00后的占了一半。这些优质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人家都是在被抢的，不是在等你来挑他们的。醒醒吧，行吗？在北京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
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啊，根本就不知道。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哈，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两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啊，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啊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哈，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哈，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啊，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哈，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他来啊。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他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他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他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他这个年纪啊，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他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他要如何经营他自己，怎么挣钱哈，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哈，创一代的要求啊，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哈，说这些男士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啊，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哈，一个跟他聊天的都没有。他还很纳闷哈，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哈，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啊，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啊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甜口式的那种追求啊，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啊，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哈，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哦，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哈，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啊，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哈，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都懒得伺候。所以啊，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啊，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北京的相亲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哈，这儿满大街都是人，随便一堆里边啊就有好几个是单身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单着哈又找不到对象呢？他们到底有多卷哈？比如一个有钱的大哥，不管你多么有钱，你要是想找一个小自己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谈恋爱，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可是呢，愿意真的跟你结婚的人啊，
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呐，她也容易被年轻帅气的富二代看上呀。年轻又多金的男人，那肯定比年龄大的多金的大叔啊要有吸引力一些的。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只能死在沙滩上了嘛，这不就是被卷了吗？还有一些女生长得很漂亮，她也很难结婚，特别是那种学历、家境、个人能力都不怎么好的，但是呢，这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想法却挥之不去。他们往往就是很不甘心，长期被有钱男人短择，自己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环境啊，有的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人家家境还好，学历也很好，工作能力还很强，精神还很独立，这样的女生分分钟就卷死你了。相亲市场就是个社会的缩影，你有钱，有比你更有钱的；你学历好，有比你学历更好的；你有颜值，有比你颜值更好的；你的家境好，也有比你家境更好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看上的呢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呢你看不上。现在连00后都来卷了，他们一到位，那些大姐姐们基本就要靠边站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大家到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呢。